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整个世界都为一个词而疯狂：互联网。在美国，这股狂热达到了顶点。华尔街的交易大厅里，交易员们的嘶吼声此起彼伏。纳斯达克指数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日日创下新高。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名字里加上.com 的后缀，股价就能在一天之内翻上几番。大学生辍学创业，家庭主妇抵押房产，退休老人拿出毕生积蓄，所有人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坚信一个新时代的神话，买入科技股，闭着眼睛就能成为百万富翁。这是一场席卷全民的盛大狂欢，无人愿意缺席。然而，在远离华尔街喧嚣1000多英里的内布拉斯加州小城奥马哈，一位被誉为股神的老人却像个固执的隐士，选择了令人费解的沉默与孤独。他就是沃伦·巴菲特。当时的巴菲特正承受着他投资生涯中空前的压力与质疑。媒体的头版头条用极尽嘲讽的语气写道：巴菲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电视上的财经评论员公开断言，他的价值投资理论已经被新经济彻底埋葬，甚至连他最忠实的客户也纷纷打来电话，焦虑地质问，甚至要求撤资。沃伦，你错过了整个时代。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一位股东站起来，近乎挑衅地问他：你为什么就是不买科技股？难道你看不见别人都在赚钱吗？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等待着这位奥马哈先知的回答。巴菲特扶了扶眼镜，语气平静地像奥马哈的湖水。他说：原因很简单，我看不懂。我不知道这些公司1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我无法估算他们的内在价值。我有一个原则，就是绝不投资我看不懂的东西。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这句我看不懂无异于一次公开的认输。在随后的几百个日夜里，巴菲特几乎与世隔绝。他每天把自己关在那个朴素的有些寒酸的办公室里，没有计算机，没有实时行情终端，只有成堆的书籍、财报和报纸。他每天花5到6个小时，像一个孤独的图书管理员一样安静地阅读。他拒绝了所有行业峰会的邀请，不参加任何投资者沙龙，甚至很少接听来自华尔街的电话。他的妻子苏珊曾这样评价他：沃伦是个天才，而天才注定是孤独且独立的。这份孤独在当时的世人看来是保守，是落伍，是错失一个时代的巨大遗憾。然而历史的指针很快指向了2000年的3月。那一天，狂欢的音乐戛然而止，纳斯达克泡沫轰然破裂，指数在短短几个月内雪崩式下跌近80%。无数在狂热中追高的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从天堂跌入地狱。那些曾经被奉为新神的科技公司，成片的倒下，化为一串串毫无价值的代码。世界的另一端，奥马哈的办公室里，阳光依旧。巴菲特管理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不仅安然无恙，其股价更是在随后几年逆势上扬，创造了新的奇迹。直到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巴菲特的孤独从来不是保守与落伍，而是一种极其清醒的自我保护。那不是与世界隔绝，而是与愚蠢隔绝。巴菲特的传奇给了我们一个关于财富最深刻的启示：赚钱这件事从来都与喧嚣无关，却与一种高质量的独处紧密相连。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崇拜合群，更迷恋链接。我们害怕被边缘化，恐惧与众不同。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无意义的社交、碎片化的信息和群体的狂欢之中。我们习惯于从外界寻找认同，在共识中获得安全感。然而，财富的真相却往往隐藏在人群的反方向。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
勒庞在他的不朽之作《乌合之众》中，冷酷地写道：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群体的共识往往只是短期情绪的叠加，而非长期价值的判断。当所有人都认为一件事是机会时，它大概率已经是陷阱。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一个人若想在财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必须具备一种核心能力，在孤独中保持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如同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帮助你在充满病毒和噪音的环境中保持心智的健康。而这种免疫系统的养成离不开3个层面的修炼。孤独在这3场修炼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既是盾牌，也是熔炉，更是炼丹炉。第一重修炼，孤独是抵御喧嚣的盾牌。财富之路的第一个敌人是来自群体的情绪裹挟。正如巴菲特所经历的，当市场陷入非理性的狂热或恐慌时，个体很难不被波及。人性中的贪婪与恐惧会被群体无限放大。在这种氛围下，独立判断变得异常奢侈。孤独在此刻便化身为一面最坚固的盾牌，它不是让你物理上与世隔绝，而是让你与群体的情绪磁场保持一个安全的心理距离。在这个距离之外，你才能冷静地审视那些被人群奉为圭臬的共识，究竟是真知灼见，还是皇帝的新衣。我认识一位早期的比特币投资者老陈，他在2013年就用几万块钱买入了当时还被视为极客玩具的比特币。我曾问他，当年是什么让他做出如此反共识的决策？他说了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那几年我刚经历了一次创业失败，心灰意冷，几乎断绝了所有社交。我每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大量的阅读，从历史、哲学到最新的科技论文。有一天，我读到了中本聪的那篇关于比特币的论文。在那个极度安静和孤独的环境里，我的大脑没有任何杂音。我没有去想别人怎么看，这东西靠不靠谱。我只是纯粹的被那个去中心化的、不受任何单一实体控制的设计思想所震撼。我感觉自己触摸到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如果当时我身处一个热闹的饭局，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可能立刻会被朋友们的嘲笑所淹没。这玩意儿也能信？传销吧！在群体的质疑声中，我那点微弱的来自深度思考的判断，可能瞬间就动摇了。老陈的经历完美诠释了孤独作为盾牌的价值。它过滤掉了外界的噪音，让你能够听清自己内心深处那来自理性与直觉的真实声音。在投资领域如此，在商业决策中更是如此。那些能够开创蓝海市场的企业家，无一不是敢于逆着人群独行的孤独者。当所有人都挤在共享单车、社区团购的红海里厮杀时，总有那么一些人在孤独的思考中洞察到了被大众忽略的更底层的需求。他们不追逐风口，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创造风口的人。记住巴菲特那句充满智慧的名言，在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这句话的背后并非故作高深，而是一种因长期独处而修炼出的对抗群体情绪的强大心理。想在财富的牌桌上不下牌，你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戴上孤独这副耳机，屏蔽掉邻座的咋呼和怂恿。第二重修炼，孤独是淬炼能力的熔炉。如果说抵御喧嚣是财富之路的防守，那么打造无可替代的核心能力则是这条路上最硬核的进攻。财富的本质是价值交换，而你所能交换到的财富多寡，直接取决于你自身价值的稀缺性。这种稀缺性从何而来？答案是持续的、刻意的、不被打扰的深度工作。而深度工作必然是孤独的。在日本，
有一位被誉为国宝级匠人的木工大师，名叫秋山立辉。他创办的秋山木工学校，以其近乎残酷的学徒制度而闻名于世。所有进入这所学校的学徒，无论男女，都必须剃成光头，并且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严格遵守禁令，禁止使用手机，禁止谈恋爱，禁止一切不必要的社交活动。他们的生活被简化到极致，每天清晨天还未亮，便要起床晨跑，打扫庭院，然后便是一整天与木头为伴的孤独时光。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最基础的工序：锯木、刨木、打磨，在飞扬的木屑和单调的声响中，一做就是10几个小时。没有人聊天，没有娱乐，甚至没有来自外界的任何信息。他们唯一的对话者是手中的木头。他们必须在这种极致的孤独中，去感受每一块木头的纹理、密度和脾气，去训练手、眼、心的协调，将误差控制在毫米之内。这种生活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苦役。然而正是这份看似不近人情的孤独，像一座高温的熔炉，将一块块矾铁淬炼成了削铁如泥的宝剑。从秋山木工走出的匠人，个个都身怀绝技。他们的作品被全球顶级的富豪和奢侈品牌争相订购，一把椅子可以卖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天价。他们用在孤独中打磨出的无可替代的技艺，换来了世俗意义上的巨大财富和社会地位。秋山立辉说，一流的匠人首先必须是一流的人，而心性的磨砺必须在孤独中完成。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在纽约的一家顶级广告公司，曾有一位名叫萨拉的年轻文案。刚入职时，他把大量精力花在了社交上。午休时，他是茶水间的八卦中心；下班后，他是各种派对上的活跃分子。不到半年，他就和公司上下混得脸熟，看似人脉广阔。然而在工作中，他却屡屡碰壁。构思方案时，他总想着先找人讨论，无法独立完成深度思考。写文案时，他的思绪频繁被同事的闲聊和手机的提示音打断。他的作品总是流于表面，缺乏洞察。季度考核时，他的业绩排名垫底。上司在办公室里严肃地告诫他，萨拉，职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你认识谁，而是你能创造什么。把精力放回该放的地方，否则你迟早会被淘汰。这句话如同一盆冷水，将萨拉彻底浇醒。他开始刻意地减少无效社交。下班后，他不再流连于各种聚会，而是独自回到公寓。他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关掉电视，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信息茧房。他把曾经用于社交的时间全部用来阅读行业经典，拆解顶级案例，反复打磨自己的文字。起初的日子极其煎熬，孤独感像潮水般涌来，让他坐立难安。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3个月后，他的文案开始展现出独特的风格和锐利的洞察。半年后，他独立撰写了一个品牌方案，为公司赢得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大客户。1年后，他被破格提拔为创意组长，薪水翻了3倍。从萨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那些让你感到舒服的、热闹的社交，往往在消耗你的价值；而那些让你感到不适的、煎熬的孤独，却在为你的价值增值。人群自带一种向下的引力，它会让你沉溺于表面的轻松与认同，从而放弃深度思考的努力。而真正的猛兽永远是独行，他们懂得在孤独中积蓄力量，打磨爪牙，然后在关键时刻发出致命一击。第3重修炼，孤独是锤炼心性的炼丹炉。如果说抵御喧嚣和淬炼能力更多是术的层面，那么心性的锤炼则是道的层面。能力
决定了你能走多快，而心性决定了你能走多远。在赚钱这条路上，尤其是对于创业者而言，必然会遇到无数的压力、质疑、挫折和濒临崩溃的时刻。在这些时刻，没有人能帮你，没有人能理解你，你就是公司的最后一道防线，所有的压力都要自己扛，所有的焦虑都要自己消化。这种孤独不是物理空间上的隔绝，而是一种沉重如山的心性上的独自承重。它像一座炼丹炉，将创业者置于烈火之中，反复灼烧。扛过去了，便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扛不过去，便化为一撮灰烬。美国有机食品品牌创始人艾米丽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在创立自己的品牌之前，艾米丽是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高管，收入丰厚，生活光鲜。但她心中一直有个梦想，创立一个真正专注于有机、无添加的食品品牌。当她提出辞职创业的想法时，身边响起的几乎全是反对的声音。家人担心她放弃稳定工作太过冒险，朋友劝她有机市场太小众，很难赚钱，前同事更是直言你会后悔的。艾米丽就像一个孤独的战士，顶着所有人的质疑，踏上了荆棘丛生的创业之路。她一个人完成了市场调研、品牌定位、产品研发、包装设计、渠道开拓所有的事情。那段时间，她每天只睡4-5个小时，白天像个农妇一样奔波在各个农场挑选食材，晚上又变回一个分析师，在计算机前熬夜研究市场数据。最艰难的时候，他的启动资金即将耗尽，而产品却因为知名度低而销量惨淡。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货品，像一座座沉默的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常常在深夜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看着那些滞销的产品发呆。强烈的自我怀疑如毒蛇般啃噬着他的内心，我是不是真的错了？那种感觉是彻骨的孤独，不是没人陪，而是你的痛苦，你的挣扎，你的恐惧，无人能懂，也无从诉说。你对员工要表现出信心满满，你对家人要报喜不报忧。所有的暗流汹涌，只能在一个人的深夜里独自翻腾。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对有机食品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又会像一束微光，将他从绝望的边缘拉回来。他没有向任何人诉苦，只是默默地擦干眼泪。第二天继续调整策略，优化产品，在社交媒体上笨拙但真诚地讲述着每一种食材背后的故事。在这种炼狱般的孤独中，他坚持了1年。1年后，奇迹开始发生，他的产品凭借着极佳的口碑，开始在一些妈妈群体中流传开来。有超市开始主动联系他合作。又过了1年，他的品牌成功入驻了全美最大的天然食品连锁超市。3年后，公司实现盈利，估值超过1000万美元。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他，创业中最难的是什么？艾米丽沉默了许久，说是独行于黑暗中的那段路。你不知道前方是否有光，但你必须逼着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这种孤独是创业者的必修课。你想赚多少钱，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承受多大的痛苦，而这些往往只能独自承受。居其位，承其重。财富从来不是轻飘飘的数字，它的背后是等量的责任与压力。那些能在孤独中扛住压力、消化焦虑、坚定信念的人，才能在财富的长跑中笑到最后。作家罗伯特·清崎在《富爸爸穷爸爸》中讲述过珍珠诞生的过程。一粒普通的沙子偶然闯入珍珠贝的体内，对于贝体而言，这是一个异物，是一次痛苦的入侵。为了减轻这种痛苦，贝体会不断地分泌出珍珠质，将这粒沙子层层包裹。在黑暗、潮湿、孤独的环境中，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粒曾经带来痛苦的沙子，在珍珠质的温柔包裹和漫长沉淀下，最终变成了一颗璀璨夺目的珍珠。从一粒沙子到一颗珍珠，它所承受的是漫长的黑暗、孤独与痛苦。这正是财富诞生的最佳隐喻。我们每个人在踏上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道路时，都像那粒闯入背体的沙子。外界的质疑、前路的迷茫、能力的不足、心性的脆弱，这一切都是带给我们痛苦的棱角。而孤独就是那包裹我们的珍珠质。正如那句古老的箴言所说，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在赚钱这件事上，孤独从来不是惩罚，而是一份最高级的馈赠。它让你得以在喧嚣的世界中保持清醒，在浮躁的时代里完成沉淀，最终在属于你自己的那条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也更闪亮。从今天起，试着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吧，关掉手机，远离人群，去读一本书，去思考一个问题，去打磨一项技能。你会发现，那个更强大、更富足的自己，正在那片宁静的时光中等待着与你相遇。